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可以让你在开车、做家事以及睡前需要声音陪伴你的鬼故事。那故事开始了。我是东京一家公司的职员，河本美子。那是3年前的秋天，我在登山时遇到的事。当时我独自攀登一座位于 S 县与 G 县交界的山，红叶季已过，正迎接真正的冬天。这段时期登山客很少，整座山仿佛只属于我一人。对喜欢独自登山的我来说，正是最好的季节。我在出发前的好几天里一直反复确认天气预报，就连一点点的变化都格外注意。然而真正开始登山后，当我越过中腹往更高处攀登时，天气却和预报相反，竟然开始下雪了。山上的天气变幻无常，这点我当然心里有数，不可能完全依照预报走。我原本也想着，既然万一可能下雪，所以特地准备了雪地防滑钉，或许可以用上，继续往山顶前进。但当时我并不是全套冬季装备，如果雪开始大量积起来，反倒麻烦。于是在离目标接近山顶的那座山小屋只剩一小段路时，我决定趁雪变大前折返下山。然而就在我准备回头的那一瞬间，脚下那层薄薄积起的雪让我失足滑了一下，结果不小心扭伤了脚。我忍着碰想着，比起拖着这条脚硬撑着下山，不如先前往前方的山小屋休息，调整一下状态，隔天早上再下山会比较安全。这座山我攀登过无数次，一路上我完全不觉得不安，我带的水和食物也足够。再说山小屋也备有一些紧急使用的水和食物。就这样，我一边护着受伤的脚，一边花了大约1个小时，终于抵达了山小屋。然而抵达时，我发现自己的体力比想象中消耗的还多，比想象中还花了更多时间啊！一边护着一只脚走路，竟然会这么耗体力。在多年登山经验里，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。我心想，算是长了一次见识。我在山屋里脱下鞋子，检查扭伤的脚，幸好整得不严重，痛感也不算强烈。照这状况，看来明天早上应该能顺利下山。回想刚才一连串的判断，我对自己能保持冷静，选择正确的退路，还有些小小的满意。于是我从背包里取出睡袋，打算钻进去放松一下，再悠哉地读着自己带来的小说，好好享受一段愉快的时光。就在我翻找着背包里的小说时，原本寂静的山小屋突然被一声巨响打破。咚咚，是有人从外面敲打小屋的声音。这突如其来的声响让我愣住了好一会儿。等回过神，辨清方向后，我才意识到那是敲门声，有人正在敲山小屋的门。心脏还跳得很快，我试着让自己的声音保持平静，朝门口喊了一声：“请进。”我静静等待着反应，但门外没有任何动静，没有人推门，也没有回应。正当我感到不安时，隔了几秒，咚咚咚，敲门声这次比刚才更重更急促。我心想，难道他没听到我回应吗？疑惑之下，我提高音量，再次喊道：“请进，可以进来。”然而敲门的人依旧没有进来。雪开始下的同时，外头也起了些风，或许我的声音真的不太容易传出去，但再怎么说，不至于完全听不到吧。无可奈何，我只好从睡袋里爬出来，一边护着疼痛的脚，一边穿上鞋子，慢慢靠近门口，再一次大声喊：“请进，可以进来啊！”然而仍旧毫无反应。我心里开始有些不耐烦。这座山在冬季常常积雪很深，因此山小屋的设计是门板朝内侧开，以免外面堆积的雪堵住出入口。我一瘸一拐地来到门前，握住门把，
用力朝内猛地一拉。门被我拉开的瞬间，仿佛有人就在外头等着似的。刺骨的冷风猛地灌入，细小如冰针的雪粒狠狠打在脸上，而映入眼帘的景象让我先是愣住。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积雪已经深到小腿以下。我进山屋到现在不过10来分钟，外面便整整积起了这么厚的一层雪，四周全变成了银白色的世界。我一时忘了关上门，只是呆呆地站着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这才想起自己拖着受伤的脚跑来开门的目的。我迅速清醒过来，开始寻找刚刚敲门的人影，但四下里什么也没有，只有一项确实有人存在的证据。雪地上有一对清晰的脚印，正对着我拉开的门。然而，那绝不可能，因为从脚印的痕迹可以清楚看到底下的泥土与碎石。这表示必须在下雪前，某个人一直站在那个位置，一动也不动，雪才会绕着他的脚积起来，最后留下这样的脚印。更诡异的是，那一对脚印之外，不论是走来的痕迹还是离开的痕迹，全都没有，没有任何方向的延伸，没有接续的步伐，只有那么一对孤零零的脚印，仿佛凭空出现在雪地上。那一瞬间，从脊椎一路窜上的寒意，绝不是外头的冷风造成的。我立刻把门关上，甚至忘记脚还在痛，直接冲回睡袋里，一头钻了进去。坐在睡袋里，我脑中闪出的第一个念头是，如果那声敲门又响起，我该怎么办？接着想到第二个可能，敲门声绕着山屋走一圈，从不同方向响起。又或者声音会越来越多，越来越近，又或者从屋顶上，越想越不对劲。那些本不该存在的妄想开始在我心里疯狂膨胀。在那些被自己想象出来的恐怖幻象折磨下，不知不觉间，我竟在睡袋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当清晨的阳光照亮山小屋时，我因为把睡袋整个拉到头顶，闷得满头大汗，才终于醒来。但就在我还没从睡袋里爬出来之前，那些妄想又开始蠢蠢欲动。刚刚那些是梦吗？不可能是梦。如果那个敲门的人现在就在这间小屋里，如果有很多个把整间小屋都塞满了。我从睡袋的小缝隙里悄悄露出一只眼睛，环视整个山屋。还好，屋内空无一人，那些可怕的想象全都落了空。我松了一口气，慢慢爬出睡袋，用手擦掉颈后的冷汗。为了平复砰砰直跳的心脏，我深呼吸了好一会儿，才下定决心去看看屋外的状况。我先确定扭伤的脚没有更痛，再穿上鞋子，一步一步走向门口。当我的手按上门把时，明显能感觉到指尖在发颤。我深吸一口气，鼓起勇气，猛地将门拉开。冰凉而清新的空气瞬间灌入，但下一秒，映入眼中的景象让我完全说不出话。咦，雪不见了！我愣在门口。在这种低温下，昨晚积得那么深的雪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全融光，就算真的融得很快，至少岩石周围、树根阴影处多少会留下一些残雪。但现在四周干干净净，连一小片白色都看不到，就像昨晚的暴雪从未存在过一样。后来我开始下山，沿途不停回想整个经过，试图找出一个合理的解释。然而不管怎么想，我都无法得到一个能说服自己的答案。最后我只能得出一个最像样的结论，或许我被狐狸或狸猫给迷惑了吧。如果真是这样，那么对我而言，这也是第一次遇上这种事。